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怎么想你的？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对于这段关系的定义是什么？好，这个验证牌的话会蛮特别的，但没关系。我们就透过塔罗牌中的验证牌来为大家，我来去更加探索你们自己内在里面对于说这个人这段关系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首先我们来抽到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第一张是宝剑6。好，那宝剑6在这边就意味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你们的定位，你们对说这段关系中的定义的话，你们曾经过往的感情史，或者说曾经过往的感情之中，应该是有受到了不小的伤害，或者是说有受到了很多让你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痛苦，或者说有备受折磨，或者是总是没有办法让你们在一段关系里面可以待太久，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有一段稳定的关系，或是你们也很容易会遇到一些的垃圾、渣男、渣女、绿茶之类的，或是海王。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过往的人生经历之中，其实非常难有一个让你们可以完全值得信任的人，或者说很难可以让你们遇到一个是可以真正的让你们去投入的一段的关系。那在你们遇到了这个人之后，逐渐的让你们去意识到说，原来还是有那么一个人是值得让你们去信任，或者是说让你们去相信，或者说让你们能够去把握住，或者是掌握好属于你们的一段的缘分。所以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曾经本来对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甚至你其实本来对这个人也无感，但就会因为这个人他不断的陪着你在人生中过很多的经历，或者说你们之间也有可能发生过很多的争执跟吵架，但不管再怎么吵，这个人就是离不开你，或者说你们之间缘分总是会把你们绑在一起，或者是说这个人总是会有一些的话，神来一句话就能够让你们卸下心防，或者说让你们会有一种非常安定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只要这个人现在待在你们的身边，其实你们就会觉得会有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或者说会让你们觉得在对说这段关系其实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化，那你们也不会太过于排斥，或者说你们也不会太过于去想要去放掉这段关系，就是说面对这段关系，你们还是基本上会想要有一个比较希望对方可以能够一直都待在你们身边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状态。好，然后在第二个的部分，这边抽到的是死神。死神的话，这边就意味说，其实你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定位，或者说一个这个定义的话，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是蛮挣扎的。也就是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会觉得是不是应该像别人讲的一样，或者说你的身边朋友有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说你可能在透过很多人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是说在看到了某一些的剧
剧情，或是看到了某一句话，那你们本身在对于这段缘分、这段关系，你们就会非常的犹豫，或者说你们其实也非常的挣扎，究竟自己要如何去面对这段关系，或者说要如何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那你自己其实是蛮渴望，或者说其实蛮希望说这段关系其实会有一个改变的契机，或者说会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或者说是有那个蜕变的可能性。但是因为你们过往曾经其实也受到真的许多不小的伤害，或者说你们真的也遇到了很多让你们觉得心里面其实非常痛苦的那个的时期，所以会导致于说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的话，就会有很多让你们心里面很多犹豫的地方，就是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要去尝试相信这个人，还是说你们是要就是跟这个人只是想跟这个人交往在一起就好，不一定要当朋友，或者是说你们觉得跟这个人之间就只要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好。所以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心中的定义就是目前看起来会比较偏向于说是在朋友的阶段。那比较好一点的话，或者说你们心里面其实非常的明确的话，那是把对方当成是你们的另外一半，是你们非常的喜欢他。所以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之中，对于你而言，你们心里面其实会有一个需要去跨越的一道的横沟，或者是说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心里面的心魔。因为这个心魔的话，是你一直来的痛苦，跟你一直来的梦魇。那你要说你真的完全放下的话，基本上也是没有。因为这段关系有的时候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的类似的场景，或者说类似发生过的事情，会一直不断去提醒你说啊，我不能相信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其实有可能跟其他人是一样的。所以这段关系有的时候你本身还是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像是中立的角色，或者是说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来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只是你心里面的话，其实是还蛮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个蜕变的机会，是希望可以让你们心情上面比较自由，是能够向着以开阔的心态去面对于对方。其实你们会蛮渴望可以跳脱过往可能在对于说一段缘分、一段关系里面的那个比较那种顾家的那种思想去跳脱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张验证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星星。好，那就表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你来说，其实你心里面就是刚刚提到的，你们还是会对说这段关系是有很多的想法在，然后会有很多的期待，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目前的你们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应该是依然还是会抱持着一些比较美好的想法，或者是说美好的想象，还是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是会有一个进展机会，所以你们本身在对于对方的话，其实你们有很努力想要用一种比较中立的角度，或者说中立的思想去看待这段关系，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你们真的很想要有一个人陪伴着你们，或者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所以有时候你们还是会尽可能的告诉你们自己，或者说催眠自己说，这个人就是对的，或者说你就是试试看，或者说如果你不试试看的话，那怎么又会知道这段关系是不是适合自己？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对于你们本身而言，看待这段缘分、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是会把它定义在一个对方既是能够包容你、照顾你，然后让你感觉到很安心之外，那你本身还是会对这个人是有非常多的好奇心跟好感。那好奇心跟好感的话，你们可能也想了非常久远，可能已经想到了，如果说有机会交往在一起的话，那你们想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你们想要去过着什么样的相处的模式，只是现在的你们会有一些自己心里面的心魔，或者说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障碍需要去跨越，需要去面对。那其实对你们来说，只要真的能够去意识到自己的
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恐惧的话，那其实幸福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就已经不远了。就是说你们自己心里面已经是有这些的想法，或者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首先第一个呢，就很有可能意味着对方对于你们这个人，其实他是充满着好奇心，或者是说他算是还蛮有好感的。那这个判断的方式的话，就从原本应该说从你们现在，或者说平常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让你们去稍微思考一下，或者是说让你们去想一下，究竟这个人所对于你的方式，他有没有曾经跟你讲过说你对我来说很重要，或者说你对我来说是比较不一样的人，或者是说我有告诉你关于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他有让你明确的知道，其实你们这个人在他心里面的地位，或者是说在他心里面一些的判断啊，或者是说他的很多的意见都会去问你们，都会参考你们的想法。那如果说这个人他有曾经让你们知道，或者说曾经让你们明确的感受到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对他来讲是一个互不可缺，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很大的一个几率就是他非常的谨慎去考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有可能因为这个人本来就对于情感要交出承诺这件事情，他就想的比较远，或者他想的会比较多，所以你要说他真的完全去展现出说他有多喜欢你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说要有更多的事件发生，一个机缘之下，才能慢慢的去验证你这个人如何，然后让他去相信。所以如果说特别只针对说对方有曾经跟你讲过说你有多重要，或者说你是一个蛮特别的人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你们其实还可以再等等看，或者说再努力看看，再花更多时间跟对方相处，或许就会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还不错的答案。那刚提到第二个部分的话，就表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有可能以他来说，就是如果对方从来都没有跟你们讲过说任何的事情的话，他也没有对你们献殷勤，或者说也没有一直对你们嘘寒问暖的话，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一直在思考，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你们，或者是说要怎么样的方式跟你们相处，那才会是最好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这个人的心里，或者说以他来看的话，他比较不希望一段关系、一段缘分就这样子随便的散开，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因为能不能够在一起，或者说能不能交往这件事情而变成了一段缘分的死穴，所以他会希望每个人之间跟每个人之间的缘分的话，是可以以好的方向发展。例如说是当成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两人之间是能够常常一起出来吃饭，一起出来玩，或者说能够一起讲话、聊天、谈心事。如果说真的要能够交往在一起的话，这个部分对他来说可能在你们身上是比较困难，或者说他对其他喜欢他的人也很困难，但是还是会希望说可以跟大家都变成很好的朋友，或者说可能因为这个人他本来就很喜欢那种和乐的氛围跟和乐的气氛，他是一个很珍惜缘分的人，他不希望说每一段关系会因为某件事情然后就这样子散开来了，或者说这样子大吵一架，那之前曾经所花费的任何时间金钱所相处的这些的点点滴滴，那是不是就等同于说一切都是幻化为泡沫，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是真的蛮希望可以是在让彼此都在一个比较顺遂的状况之下来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第一的部分的话，你们的讯息为大家收起来。好，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都是怎么想的呢？好，第二个部分，这边的话，洋看一下，这字有点难。好，这个的话是钱币3。好，那钱币3呢，就意味着，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的话，如果我要先讲一个比较少的可能性，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属于断联中的人的话，那么
对方他其实就还蛮想要跟你们恢复联络，然后他其实经常也会想起来你们在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曾经所做的任何的一切，所做的任何的付出，或者说你们曾经所相处的任何的点点滴滴。那所以如果说是一直都有在保持联络的人的话，那其实就更加确定，就是对方他对于你们的感觉现在比较像是一种朋友，或者是说伙伴的关系。因为以目前看起来，因为我们刚刚抽到的第一张是宝剑4嘛，然后现在抽到是钱币3，那目前看是还没有关于有任何情感中的圣杯牌。就比方说，其实这段关系的话，它其实会比较像是一种，它主要的方向的感觉是觉得跟你相处是愉快的、快乐的，是两之间合得来的，是能够值得继续深交，两之间可以有更多互动，或者说有更多的连接。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却没有办法，一直的待在你们身边，或者是说他是会没有办法为了你们做太多关于他个人私人的情绪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说你们真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还是会非常的乐意为你们两肋插刀，愿意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可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希望他为了你们关系做决定，或者说去舍弃了某某谁的话，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可是在对你们来说非常有优势的事情是，你们跟这人之间在实际上相处的那个情况之下所产生的连接，或者说所制造的那些的回忆的话，会成为你们整个关系里面最大的筹码。因为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其实远距离会真的不太适合。他会很喜欢你们俩之间相处的那个状况，当下你们可能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所说的任何的一个的想法，所说的任何的观念，都能够去影响到他，或者说能够给他带来更多启发，或是你们这个人本身做事情的习惯，做事情的方向跟方式，其实也都是会让他觉得心里面是好受的，或者是说心里面其实是会还蛮不错的。对，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他是蛮中意着，喜欢跟你们相处，然后觉得两之间的相处的氛围跟关系上面其实是蛮舒服的。所以雅妍会认为说，喜欢就是你们其实可以把握跟这个人之间相处的每一刻，那是唯一你们可以展现对方，或者在对方展现出你们最好的样子。因为那时候你可以吸引到对方，也可以去展现出对方是能够如何去依赖你们。好，来抽下一张，补充牌的第一张是好隐者。好，那这边的隐者的话蛮特别，就是其实就是说好，现在有点不太好啦，那看你们就是要不要听。那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呢，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对于想到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当然一定会有不好的，或者是说当然一定会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的。可是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或者是不好的话，就是说他会尽可能去让自己不要想的那么多。因为如果说让他自己想的那么多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话，他会尽可能去让自己去忽视掉，或者说让他自己不会去一直想要关注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也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虽然他有曾经试着想要去改变你们，或者是说他有曾经试着想要去让你们知道，他可能对于说某些事情上面，他是觉得比较不舒服，或者说可能他是比较不快乐的，但却会因为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你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或者说你会让他觉得，你们对他来讲是比较不希望让他有面对到冲突，所以他就会选择去忽视掉你们曾经会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就会选择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承受，或者说一个人慢慢的去沉淀。那但这个沉淀或者说去承受这些事情的话，也并不代表说他真的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你们，因为也是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那如果你们真的消耗了他对于你们的耐心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等同于说有一天他会受不了你们？那这个人其实他本来就比较想的很多，或者是说他这人本来在情绪上面的话就容易优柔寡断，
虽然这个人看起来睡觉了，但是有人会认为说，其实在抽到这张牌就代表着这个人他本来就想比较多，然后他对他的人生中的各种的经历，或者是说各种的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状况，他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评断的标准。那只要你没有踩到他的底线，或者是说你们没有去干涉到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不会那么的轻易的去放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但如果说你们真的一直不断的去触怒到他，或者说一直让他觉得你们很烦，一直要求他做什么，可他就明明不想的话，或者说你们一直不断的去想要掌控他，那可能这个对他来讲就会是认为这段关系是完全不可行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你们很可能这个他斩断的速度就很快。所以只要在他还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之下的话，其实他都能够去容忍关于你们关系之中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所以其实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其实确实有时候会想出一些不好的，但是他觉得那就算了，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你个性的一部分，那他也不要想太多。只是这个容忍度其实一直慢慢的在减少，因为你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并不是代表完全符合到他，因为看起来其实对他来讲，你们这段关系比较越来越偏向是朋友的讯息比较多。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后面，因为目前看起来只是到第2个部分嘛，还有第3个部分。好，我们来为大家抽下一张牌。好，那我们来为大家抽第2张牌。好，那在第2张牌的话，来看看夜深人静时他又在想什么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星星。那星星的话，意味说，其实他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是说想到你们的时候，他本身还是会尽可能的用一种比较是还不错，或者说好的想法去看待于你们，或者是说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说他会把你们想的还不错啦，然后会把你们想的还蛮美好，所以他本身其实不讨厌你们，那他对于你们其实还蛮有好感，或者说蛮在意的。所以如果说这段关系在未来是真的有遇到两人之间的争执，或者说有不愉快的话，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是真正的狠心，并没有真正的想要下定决心去离开你们，或者说不想要你们。他还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说可以的话，他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然后是可以在还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的模式，或者说还不错的相处的方式。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跟这人继续保持着联络，或者说可以跟这人继续的交流下去的话，那只要你们能够顺着对方的毛摸，或者是说是可以和对方好好相处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有时候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这个人所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或者说你们这个人身上的一些的温暖，最乐观灿烂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心里面非常喜欢的，也是他非常向往的。所以可以蛮明显知道说，你们这个人本身的一个性格就是蛮不错，那他就会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然后也都会每次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们，或者说期待下一次跟你们之间的聊天啊、互动啊，其实也不会让他觉得非常的心烦。所以目前来看，你们在他心里面地位呢，其实不算太低。只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要有爱情的话，星星牌上也可以是说，你们跟对方之间是有一种暧昧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前面搭配的主轴牌是钱币3，然后再有一个隐者，所以意味其实这个暧昧的感觉事实上是还在酝酿着。可是这个酝酿的状况之下，是会让他并不觉得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一个好感，或者说会比较在意你。所以如果说这时候可能他身边有其他的人选，或者是说有其他人对他更好的话，其实也蛮容易会让他去忘记掉，或者是会让他去舍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如果你又那么的执着的话，其实也会让
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有点尴尬，所以就看你们是愿意稍微放慢一下你们的脚步，对说这段关系先还不要那么的执着，就是先慢慢的跟对方相处，然后去增加两个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羁绊，比较能够去带动、去提升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缘分。好。这在第二个部分，可能这个后面听起来会比较像是在讲建议，可是那这也是特别针对说你们主轴牌是抽到钱币3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抽到一下关于圣杯的主轴牌。好，那阳刚牌飞出去了。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牌是权杖9。好，那看起来呢，其实对他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因为这个并不是圣杯，那只是就可以知道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呢、对他来讲是一个他蛮享受的，或者说他也不太愿意去放弃掉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或许他可能有意识，或者说可能有感受到你们的企图心，或者是说你们的好感，或者说你们可能就是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但是很明显，以他的身份，或者说以他的角度来说，现在他是还在去看看说究竟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还在去观察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究竟适合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那如果说在洋洋对于对说这张牌的一个感觉的话，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话，其实对方他本身在对于想要跟你发展关系感情的这件事情的话，他的想法上面其实会比较有一点排斥，或者是说他的对说我们这段关系未来的展望的话，他本身其实会比较不太喜欢想要跟你们有太多的那种情感上的互动，这个可能听让人觉得蛮伤人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第一个是有可能你们就不是对方的菜，那第二个就是其实这段关系的一个情感的根基是不够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可能你们这个人的性格，你们这个人的外貌。外形可能就不是他所想要的。那第四个就是他觉得对你们这个人可能认识的还不够，那他就会觉得其实也不太敢说真的要跟你去有更多暧昧的感觉，所以会希望说，如果当遇到像这种类型的人的话，对自己没有那种一见钟情，或者说并不是属于没有符合到对方的菜的话，那你们一定要记得用温水煮青蛙方式，会比较容易达到成功你们所想要的。那如果说温水煮青蛙也没有用的话，就表示可能这个缘分就不是属于你们的，因为看起来这个人其实他本身想到与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再更深刻的话，他会有点想要逃开，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你们的聊天记录，说你们在聊天的过程内容中，你们是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有感觉到对方对于你们是有一点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因为其实对方他有点在刻意的拿捏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距离，他比较不希望太近，或者说，但他也不希望太远啦。对，所以如果说在还没有谈到关于情感的部分的话，其实他觉得你们这个人是蛮不错，只是如果说真的要进一步发展的话，可能对他来讲，这会是一个比较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就看你们个人要如何去看待说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的就是你有时候真的靠他太近了，让他觉得有点有压力，或者说会让他觉得可能心里面不是那么的舒爽。好，我们来看到抽到的是水之国王。好，那水之国王呢，就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缘分，或者说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他本身是喜欢跟你们相处，或者说其实他是很喜欢跟你们有互动。只是这个喜欢相处跟互动的话，其实是比较没有像是一种带有爱情的氛围，像是一种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说，如果你们经常是需要受到他的帮忙帮助，或者是说你们刚开始到一个新的环境，是他带动着你们熟悉这个圈子的话，
他只是出于一个他想要照顾他人的心态，或者说他只是出自在于一个不喜欢把别人给忽视掉的这样一个个性，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就是比较喜欢照顾人，或者是说他本身只是很喜欢大家是和乐融融的，可是实际上他这个人在对于身边的人的话，他的枷锁就是说他自己是会表面上是一个表面上是一个样子，私底下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当你们想要跟对方有更多互动，或者说想要去挖掘关于他更多的事情的话，其实他本身会有一点排斥，或者说他其实会有点不太希望让你们知道关于太多他个人的私人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太过于过度的，第一个是你们想要控制他，那这段关系一定不可能，因为他就不喜欢被别人给控制，他觉得他自己知道他的生活中的步调，那你们有时候给他太多于他的建议的话，其实他也会觉得你们有点做太多。那第二部分就是他这个人其实比较不容易去信任别人，所以如果说你们越希望得到他的信任的话，其实他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也是聪明的，你们所做的任何的手段他也对别人也做过，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是没有感觉，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在装傻，他想看看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怎么做。那实际上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去让他去相信你们，或者是说让他能够去让博取他的信任的话，那么其实这段关系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啦。那只就看你们自己要如何去应对，或者说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因为洋洋会认为其实以他的角色来说是没有那么的希望说他一定要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其实他反而是顺其自然的让这段关系发展，他只在你面前展现出他的样子，他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去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只是他本来就比较喜欢照顾人，或者说他这个人本来呢就是容易会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面具，对，因为他也并没有那么想要的说一定要非你们这个人不可。不过这个人如果说你们能够顺利跟他交往的话，他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情人，因为他在面对说另外一半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到太糟。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我们抽到的是塔。好，那塔牌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呢，好的不好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他都有想过。可是在对于说是否要让你们这段关系要不要再更进一步发展，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再有更多的相处的机会，或者是说还是要去结束这段关系，其实他都有想的很多，然后他其实心里面都很多想法，所以其实在对说我们关系中最糟的那个部分他也都想过了，那只是他要不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话，就全看你们要如何去接下来去跟他相处。所以之后的话，建议你们如果说你们本来对于说这个人你们有做很多，或者是你们一直想说你们为他好像干嘛干嘛之类的话，会希望说你们放慢你们脚步，与其给他你们想给他，不如给他他所想要的。你们给他他所想要的，反而比较能够去促进这段关系。那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心里面会不好受，因为你们会觉得那个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的，或者说不一定对你们这段关系可能不一定是有用的。可是你们要思考的是，你们想要的是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你们想要的是能够把对方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应该是要用一个他喜欢的方式跟他相处，他适合的方式跟他互动，而不是用你们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来给他那些东西。因为如果说你们觉得好的东西给他，不一定他所想要，然后他反而会觉得你们很烦，那这样反而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妥，或者是说是比较没有任何帮助的一件事情。所以就看你们想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一个缘分。最主要是你们必须要先去放下你们自己的执着，还有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念。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很明显就是你们所做的很多的努力跟付出，其实对方都有感受到，他也都有看到，但是有时候他又会觉得你们真的做太多，或者说有时候他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有点太烦了，对，简单讲就太烦。那你们所做任何的一切，当他
越来越有那种防备心，或者是说当他开始有越来越多抵触的心的时候，那关系要再更进展就会更难。那尤其当这个人他一旦决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挽回，没有人能够去补救，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无用的。所以在他还没有完全的去放弃，还没有完全去抵触你们的时候，千万记得要稍微再改变一下你们的方式，跟对方相处，放慢你们的步调，拉开一点点的距离，或者说改变你们想要对他好的这些的想法。或许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快就可以看到出一个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是说就会能够比较去促进，或者说去推动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都没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好，我们来为大家抽牌。好，那也为大家抽第一张的验证牌是钱币。好，钱币牌的部分。好，那这样的话看起来我们这边抽到的这一张钱币的长者。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你来说，对方其实他身上会有让你们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成熟的魅力，或者是说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学习到非常多，让你们觉得是例如社会经验，或者是说专业的领域的知识，或者是说和这个人之间的沟通聊天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你可以当一个天真无邪或是单纯的人，就是说这个人他会很有耐心的去教导着你，或者说很有耐心去跟你分享他自己生活中遭的一个经历，或者是说他的人生中的各种的阅历，或者说人生中各种他可能跨越的许多的难题跟课题。也就是说，在这人身边的话，你是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去做你们自己可能想要去做的事，或者是说跟这人相处的话，你们是能够很放松的去跟这人相处，就是你不需要去想太多，然后对方他其实也很用心的照顾你们，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基本上对这个人有好感的原因是在于这个人身上就是有一股成熟的魅力，然后他就会让你感觉到是，我们先不管他的外表，就单单只以他个人的带给人的感觉，因为那个人所带给人的感觉，并不等同于说他也带给别人相同的感觉，所以就以你们个人的感觉为主。那就是在当初对方所带给予你的感觉的话，会让你们觉得，其实在这段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你是很能够放心的做你们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很放心的跟对方聊天，跟对方相处，你不需要去想太多，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就是说你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就是非常能够做你们自己最放松的那个时刻。因为其实人在特别放松的时候，本来就不太会想太多，对，就是那种很自然而然的相处，那你也不用去想说，我下句话要怎么接，或者说我可能面对他，我的下一个表情我要怎么做，等等，这就是两人之间的接话，或者是说应对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甚至是那种像呼吸一样非常的容易。因为其实这个人他能够跟你们分享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算是你们知道的东西，他也能够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见解，所以会让你们觉得仿佛有一种在上课的感觉，或者说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种新鲜感，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他这样子这么有智慧的人，或者说像他这么能够让你们感觉到非常放心的人。所以你们有时候跟他相处的话，你们也是觉得这段关系是应该，就算真的没办法在一起，也是能够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对，
所以你们本身对于说这个人的话，你们的评价其实还蛮高的。我们看一下第2张。好，那第2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6。哇，你们都抽到类似像这样的牌耶。好，那钱币6就是最唯一让你们受不了，就是如果说当对方讲出他过往的丰功伟业，一直不断去提出来，一直不断的跟你们分享他过往曾经成功的事情呢，或者说在什么地方付出的努力是得到相对应的报酬，或是就是有点强制希望，或者说强烈的希望你可以有改变，或者说强烈希望你可以为了他做点什么。所以或是说为了你自己做点什么，就是这个人你会让你觉得很受不了，就是他有一些的话题其实有一点重复了，或者说他其实有一些的跟你们谈话的内容跟过程里面，有一些他个人的成功的经历跟经验，一开始你听很有感觉，第2次听你觉得蛮不错，然后第3次听你可能就觉得有点疲乏了，第4次听你就觉得很腻，第5次听就觉得很烦。就是对你来说，其实对方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分享他好的东西，你们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如果说都总是一直他分享对他来说是有利的，或者说他是抬高他自己身价的事情的话，那你们其实心里面就会觉得蛮不好受，因为你们跟这人相处会能够去吸引到你们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人的人生的阅历，他的丰富的成长的经验，就是他的成长经验是能够帮助到你们，不管他到底有多丰富。对，就是他本身就是很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个人生活，或者说能够给予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一些的想法的 idea， 或者是说很多的启发。所以对你们来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总是会在一个算是说公平吧，有时候其实蛮公平，那有时候他可能会展现出这种比较大男人主义，或者说大女人主义，就是会比较有一点觉得你就要听他的，他想要去掌控这段关系。但是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蛮累的，或者说一开始你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子，但其实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你其实也渐渐习惯了，然后你们其实也是蛮享受他本身会有一点想要去主导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也会觉得比较像是有一种从依附、依赖、依靠、安心的感觉，慢慢的演变成是一种爱，或者是说一种喜欢，比较跟一般的那种爱情的冲昏头啊、心里小鹿乱撞啊、一见钟情会差蛮多的，因为比较像是那种日久生情啦。对，就是日久生情的这个几率是非常的高。然后我们再抽到的是圣杯四。那圣杯四的话呢，好像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定义的话，你们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就会有蛮多的担忧，或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其实也是非常犹豫说，究竟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们，那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们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还是说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予你们一些不好的建议，或者说你们可能过往的感情史中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人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导致于说让你们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的话，你们其实有点不太敢去靠近他。那有大部分的就有可能跟对方一直都只是好朋友的关系，那在最近呢，慢慢对你来说比较像是从友情慢慢的升华成为爱情，所以其实你们心里面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慌张，或者说会经常感觉到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面对对方，或者说去面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现在你们本身其实有一点算是说半逃避的心态，只是当如果说对方约你，或者说对方又跟你聊天互动的时候，其实你们会有点像是慢慢想办法去压制你们心中的那种波涛汹涌，或者说压制你们心里面的那种澎湃的心情。但本身对于你们来说，其实
蛮期待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进展的机会，就是你们有一点像说在慢慢的去摸透，或者说慢慢去探索你们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选项这组的你们的验证牌的内容，就是你们对说这段关系中的定义的话，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它列为在朋友，但实际上你们有渐渐发现到，有意识到，其实你们对于对方，对于他是非常有好感，只是你们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验证你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感觉，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喜欢上他了。好，那今天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是在怎么想你的呢？好，也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的主轴牌。好，这句话所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主轴牌的话是审判。好，那这句话审判呢，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有的人或许可能是已经认识了还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或者是说已经和对方相处了还蛮久了，或是你们有的人可能有人是已经有跟对方告白过，或者有明确让对方知道你们是很在意他，或者是说你们是很喜欢他的。可是，以他来说，可能他会希望两之间可以认识的再久一点，或者说他希望两之间的互动可能可以再更加的深刻一点，对，希望可以再遇到更多的事情来去判断说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会比较是恰当的相处的方式。那他会那么如此的谨慎跟慎重，第一个无非就是你们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人，那第二就是你们可能是他日常生活中所必须会常常碰到的一个人，那这个对他的来讲的话，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压力，因为他必须要比较有技巧性的方式，不是手段，技巧性的方式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第三就是有可能这个人对他来说本身就是很有利益上关系的，所以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你们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是说他对于你们的感觉好感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确实很容易呢，就会让他过度的严谨的、谨慎的去判断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那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就会很容易的，让他比较没有办法很放心的跟你们相处，因为就变成是他夜深人静这么想了，这么的谨慎了，那是等同于说，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话，他也很常的会去想很多，然后去跟你相处的每一刻都要去拿捏。那当你们想要约他出门的时候，或是想要跟他约出来见面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他本来就是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会有很多他自己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然后就是有一点过度的去揣测，或者说过度的去判断，你们在邀约他，或者说去找他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那我们讲这么多，并不代表说对方很讨厌你们，没有到这种程度，只是单纯的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思考你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你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们是不是有别的想法，或者说你们对他是有好感的？那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讲法就是，有可能对方他对于你们也是有好感的啊，那只是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下，究竟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是不是你是不是也喜欢他，然后他是不是也喜欢你，然后你是不是有符合到他心中所想要的那个条件，这个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讲法，但杨是讲比较偏向现实层面的，比较不会给大家灌太好的迷汤，对不对？你们要听也是可以，对，但是因为审判牌这边的话呢，就大概会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好的跟一个不好的。那我们当然还是要看一下说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补充牌是什么，我们才能有办法去更加的精准判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补充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水之皇后。那水之皇后就意味着说，
其实你要说对方他对你没有好感吗？也不会，就是说对方他对于你们这个人本身确实会有很多的好奇心，然后他也是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那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呢，他也觉得自己是觉得很开心，是能够很放松，是能够很放心的跟你们相处。但是，有时候在相处过程里面，他会因为你的情绪，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的动作，或者是你的说的一些话，有时候他就会容易受到影响，或者说容易呢就会去想的非常的多。其实他这个人容易会优柔寡断。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实际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很享受着你们相处好的那个时光。所以呢，以牌面上的意思的话，洋洋会认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一定是有可能对方啦，他本身对于说爱情的感觉、爱情的决定，他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急切，或者说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急迫。那是不是你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那他其实有感受得到。可是当你们企图心展现的越强的时候，他反而就会越谨慎。所以当你们一直可能有一阵子，你们可以试试看，或者说应该是说，在比较早之前的前一阵子，你们其实都是顺其自然的。那对方也开始慢慢的跟你拉近距离，因为他觉得跟你相处上是舒服的。可是当你们展现出或者说特别凸显出你们的目的性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发现到对方对你们是有好感的时候，你们的企图心凸显出来了，那你们为了对方做那么多的这个状况之下，他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么他就会逐渐的想跟你们拉开距离，或者说他开始会逐渐有一种内心之中，因为首先他想的很多，然后都偏向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那种你们的企图心比较不好，或者说他的感受比较不好，所以他就会比较以负面方式去想着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那他其实就会慢慢的让他自己去远离你们之间的缘分，或者是说去远离你们的一些的付出，所以后面你们应该会发现到说，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以他来说，在关系里面，他比较希望的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或者是说他比较希望的是，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他希望是说由他来去做决定。这个决定是说你们相处的模式，然后让他慢慢的去感受到，就是你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心里面都是很清楚、很明白你们的用意。可是如果说当你们有点刻意的想要去掌握他的话，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只是看他愿不愿意去跳进去你们所设下的这个陷阱，或者说你们这个圈套。不过目前看，就是他本身是有点排斥，或者说他其实有点抗拒你们所设下的这个的圈套。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星星不错哦，好，这在第一组有出现过的星星牌。那星星牌如果说和这个水之皇后配在一起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希望可以多信任你们，或者说他内心深处其实会多想要知道关于你们更多的事情，只是有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必须要去以比较现实层面的方向去思考，或者说他容易也会看到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困难的点。那当遇到困难点，或者说当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自己的作为？因为如果说当他完全投入栽进去的话，那他自己受伤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或者是说他就会怕自己也让他自己可能会感受到非常的不好。所以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有发生过任何的优缺点的事情的话，他其实都有谨记在心，然后他其实也都有一直去关注去看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段缘分。那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也会很希望两件事可以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正向的方向去走。所以当这段关系特别是远距离的人，还蛮容易会知道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之中的一些需要去跨越的困难，所以其实他都想的很多，他也都预设好了。所以看起来这个人，当他在决定要去投入一段关系之前，他一定会全方面的去思考，全方面的去设想，究竟自己有没有想要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关系他有什么地方需要去克服。那如果说有他没办法去克服的部分的话，是不是他要去留意一下？对，那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方他是有心，只是因为现实中的考量，然后再就是其实杨会认为啦，你们这个人的内在是他喜欢的，外表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但是内在一定是他很喜欢跟你们相处，他觉得跟你们聊天是能够得到许多的知识，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可是在现实中的话，光是这种内在是不够，或者是说有时候当在一个人的外表，所以杨会认为你们可能要学习怎么会去打扮，因为当你们学习怎么去打扮的时候，就是能够更加激起他本身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中你们这个人的欲望，因为光是只有内在，或者说光是只有缘分关系是不够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知道说，以你们的打扮是不能说他喜欢的样子，是你们在什么样的打扮之下是看起来最有魅力的，你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尝试看看。因为当你们选择去做你们自己的时候，对方才会看到你们的好，或者是说你们的优点。因为当一个人特别有魅力的时候，反而会能够让他去看到你们在人群之中那个最耀眼的那个一刻，或者说那个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每天接触到那么多的人，或者说人生之中接触到那么多的人群，不同的人，那如何在一个人的眼中心中绽放出来一个光芒的话，就要看你们自己如何去把你们打扮得更好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以台面上的话，杨会认为说选到就是这一组的你们一定要尝试着去留意到对方的内心中的小世界。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就容易真的想太多，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有点太严重，但事实上事情有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根本就没有，所以就要看他自己该如何去就是说看你们该如何去改变他，或者说该如何去引导他往你们所想要希望的那个方向前进。好，那么看到在第二个部分，杨先把第一个的部分给抽起来。好，那杨为大家抽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怎么想你的呢？好的，好，那杨为大家抽到的这一张是权杖6。好，那权杖6的话，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蛮喜欢跟你们相处的那个当下，或者你们相处的那个时刻。如果说你们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是能够让他感觉到你们是很有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你们是很有自己的一些的思维，就是你们的思维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话，那么他对于说你们这个人就会非常的有好感，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好奇，也会想要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格跟个性。那当然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的话，如果说真的比较没有办法碰到面，那你们在聊天的互动的内容过程之中，一定要展现出你们个人的智慧还有见解。但这个见解并不是说无理取闹，或者是说标新立异，而是你们能够在以一个全方位的方式跟他分享。因为其实这个人本身在看待于你们的话，他会蛮喜欢跟你们互动的原因是在于说，你们这个人所带给予他的观点、想法，
或者是相处的方式是跟他一直所认识的人的当中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不一样却不会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会让他感觉到这是一个相当特别，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所以呢，在以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对你们来讲会是一个非常有加分的效果，因为这样子他就会很期待每次跟你们相处，并且他也不会讨厌跟你们有互动。这个是对他来讲是还蛮大的一个原因，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让他这么的谨慎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说去看待你们这个人。对他来说，你们之间的你们这个人的话，因为有这种独特性所独特散发出来的魅力，所以呢才会吸引到他。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抽到的是审判牌嘛，还有在星星牌的部分，所以羊才会希望大家说要去打扮你们自己，把你们变成是你们最有魅力的那个样子，因为你们的独特，你们的特别，虽然对他来讲这会是一个需要去磨合，或者说需要去探索，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感觉，会有一些的防备心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份的好奇心，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的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们才会是一个无可取代，没有人可以去替代你们，没有人可以去影响到你们。那这样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就会让他对你们他的很多的重心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以他的角色来说，他的身份来说，与其说文字上互动，他更喜欢的是你们实际上面对面相处。最尤其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们是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共同去学习某件东西，或者说一起去上课，一起去参加活动，这个也是能够去促进于你们之间的相处的情感的发展。他会总是去怀念，或者是说想起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的那些的点点滴滴，或者是说所相处的那些过程里面所带给予他的感觉跟氛围。所以这个人他会是比较针对说是自己所感受到的，自己所看见的，自己所遇到的，这才是他真正所相信的。如果说只是他听到的，或者是说是虚幻的东西的话，对他来讲，那个都只是一个参考值而已，是会让他比较不会那么的去相信。那当然，如果说是网恋的人还没有遇到对方的话，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希望说能够早日的跟你们之间有实际上面对面互动的这个想法是有的。那如果说文字上的话，这个网恋应该很快就会告吹，对，除非是他是诈骗集团，可能才会一直跟你说，我就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多美好的未来的想象，但你其实也知道，他都没来找你，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水之石。那水之石呢，在这边的水之石的话，跟一般的圣杯石可能会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好，那这边的水之石就代表着说，这个人其实你们本身的外表、你们的性格，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的身上特质，是可能他一直以来都渴望自己也想要拥有的，或者说也是他喜欢的，或者是他也想要变成跟你们一样类型的人。那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有发现到自己很多的不足，所以有的时候他觉得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才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他想要去多靠近你们，然后想要去多和你们学习，想要去透过聊天啊互动过程里面去意识到、去发现到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因为毕竟人总是喜欢跟能够学习的对象相处嘛，所以其实在你们的这段缘分里面，以他的角色、以他的身份来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希望可以多去了解到你们。可是因为当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以他的角色来说，也是蛮容易，会觉得你们这个人是比较有点距离的，或者是说你们是身边其实有很多的对象，所以他可能也是你们一个备案之一，或者是说其中一个选项。也就是说，他比较不会把太多的心思，或者是说他有一点，会不自觉跟你们保持距离。
因为你们是特别的，然后因为你们本身是散发出魅力的。那但有时候另外讲法就是，有时候他会觉得你们有点难搞，然后他有时候觉得你们有点固执。对，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这张牌的话，其实这个人他好像就总是会需要被别人给吹捧，或者是说需要被别人给呵护、悉心照顾着。所以，那当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就觉得你可能在某一些的状况、某一些的情境、某一些的事情上面，你太过于专注在于说你自己个人想法上面，你会有点跳脱不出来。所以对他来说，有的时候你虽然有好的那一面，但是你不好的地方，有时候也是蛮让他觉得有一点受不了。可是他这个人也其实也并不是讨厌你，只是当一个人越越表现自己的时候，那别人呢，其实虽然好像会受到吸引，或是就是像他一样会不自觉受到你的吸引，可是又会担心说，第一个是当他太过于告诉你太多，你会觉得他很烦，或者是说你是不是会讨厌他，或者说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不 OK 的人，那他其实也会担心这段关系两件缘分是会变得糟一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也会认为你们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或许会有一些需要去。他可能也要去退让的地方，那他退让的地方的话，是不是也是他所想要的，或者是说，是不是他所期望发生的？那如果说他要退让的地方是他不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是这段关系本身也会让他感觉到倍感压力。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虽然可以学到很多，或者是说可以从你身上看到很多的东西，可是他也是很担心。他自己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地方也是需要去做调整，这是他让他觉得心里面会比较担忧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下一张我抽到的是死神，哇哦！死神的话，这边看见一个骷髅头，然后跟另外一个女鬼嘛结婚，还是两个之间坐在一起。好，那其实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有的时候啦，他会把你们第一个是把你们当成别人，例如说，好，反正第一个是把你们当成别人，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们身上有一些他曾经所没办法放下那个人的影子，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时候他对于你们这个人的话，会有一些过度的想象。什么叫过度的想象？就是他会觉得，你们如果能够怎么做会来得更好。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个人他会不自觉的活在他自己所认为最好的那个的样子，或者是说那一个的状态。那本身他在看待于你们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小心思，或者说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期望，希望说你们可以变成是什么样子，那可能这段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好。可是他希望你们变成那个样子的那个状态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实现。例如说，像同性之间的我们讲同性这个最好比喻的方式。例如说是同性之爱的话，那明明喜欢的那个他是异性恋，那你喜欢的是同性，那他自己本身可能会跟你感情又非常的要好，那他可能会把你想象成说，如果你是异性有多好，然后你如果是异性的话，就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做很多的事情，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那如果说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被改变转变的事情的话，那么他有时候就会尝试着看看，是把你或者说把你们这段关系朝向一个他所认为是可以变的那个样子。所以如果说异性恋的话，就意味着说有可能对方会希望能够改变你的个性，改变你的习惯，是能够符合到他的家庭或者说他的人生中的那个样子。所以你要说他是真的对于说你们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是接受接纳的吗？
就是一半啦，因为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希望，你可以变成，或者说他可以把你塑造成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样子。那至少我也可以很确定，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还有的时候是蛮享受跟你们之间相处的氛围，或者是说蛮享受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方式。所以就看接下来的话，你们愿不愿意换另外一种方式跟对方相处，或者是说依照对方可能他所喜欢的那样的状况，然后来跟他互动。好，这个是在第二个部分，也要先把牌收起来，因为其实整体看起来说，这个人他本身是不讨厌你们，然后其实蛮喜欢跟你们相处，只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的心思会比较多，然后他个人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话，本来就会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在，然后就会有点想要刻意的去控制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这个本身对你们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公平，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好，第3个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正义。正义。好，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说，表示啦，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所做的任何的努力，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他也都有看在心里。然后，对他来讲的话，他其实会非常的留意你们相处的每一个时刻，你们相处的任何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到，或者说会有意识到。你们的行为，可能跟他过往的时候有一点像，所以以他自己来说，有的时候像是在照镜子一样，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在跟过往自己相处，所以如果说对方是一个比较善解人意的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其实愿意去开导你，希望把你变得更好，因为既然他曾经是这样，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话，一定是因为过往一定会有一些，也一定要去调整的地方，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是必须要去改变的性格。那现在的他有所改变，所以他也希望说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的话，就表示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你们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那他自己就会用一种比较严苛的方式去看待，或者是说去做这个评分。那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就也容易让他以更谨慎的方式去面对你们。所以有时候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建议你们不要抱持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尽可能的跟对方相处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明确的，或者是说去知道对方什么东西是他的地雷，什么是他不喜欢的。那当他跟你讲了之后，不要因为感情变好，然后就骑到他头上，或者是说就是利用他对你好的这一点，觉得他有无限的包容，并没有。他已经跟你们讲他的地雷了，已经让你们知道他不喜欢的地方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懂得去收敛，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人有时候会有一点受不了你。比较白目的地方，或者是说他让你们知道他不爽的地方，那你们好像还是一样会一直不断去往他的伤口戳，对。但是以大部分来说啦，其实他还是蛮喜欢跟你们相处，然后还是蛮喜欢跟你们有互动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蛮不错互动的方式，因为相处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双方之间都需要去做调整，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都没有错，只是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照镜子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补充牌抽到的是火之2，那火之2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话，第一个是他会有点想要让这段关系继续往下走。那第二个就是这段关系，他可能会用一种比较严谨或者是说严苛的态度来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这个全凭就看。在生活之中，他要如何的去面对于你们，或者是说你们这段关系可能也会容易受到日常生活中外在因素的影响，来去改变了他的决定。所以目前呢，他反而会比较像是有一点在等待着这段关系之中发展的这样的
一个迹象。简单来说，就是会大概等2到3个月，有可能对方就会让这段关系做出一个决定，例如说要让你们关系往更下一步，还是说让你更加的认识他，还是说愿意的让你可以对他更好，或者是他愿意让你更加的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目前他的话有一点像是说先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先用一个中立的角度、中立的态度去看待，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有办法去看出你的真实的性格，那这样他才知道他要如何去决定让你们这段关系要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走。所以如果说当他真的决定你们要往下个阶段走的话，那其实他本身是会蛮珍惜的。可是如果说在相处过后，他觉得你们之间相处可能有很多的地方不适合，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是个人的固执层面又没办法改进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考虑让这段关系有一个结束，作为一个就是说用结束的方式来去让这段关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比较像是说进入到了一个改变，应该说一个转换期。那只是这个转换期到底有多长，大概就是2到3个月而已。所以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把握住好这个人的对待你们的方式，或者是说你们相处的过程。好，那在我们抽到的是土之石。好，那土之石的话，就是说接下来它本身比较不会去让你们这段关系就是说会多增加相处的方式，或者说多增加相处的机会。那只有增加相处的机会的话，才有办法去让这段关系有推动，或者是说去更加了解彼此到底适不适合。所以如果接下来对方对你有一些邀约，或者说对方有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会希望你们就是看到讯息马上就回。那对方要约你的话，就赶快去，就是也不要一直拖着。因为如果说真的都一直拖下去的话，那有时候对方真的没有耐心，也是蛮没有机会的。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个人他会蛮喜欢跟你们有实际上互动的机会。对，因为在实际上互动的这个状况之下，他才能够感觉得到，或者说他才能够去真正观察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当他观察到之后，他才有办法用最谨慎的态度去面对于你们，或者是说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这个人他其实蛮希望你们之间的缘分是能够走得很长久、很长远，可是有时候当然也难免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影响着你们，所以他其实还在努力的去拿捏说，如果说这段关系是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个缘分的话，那是有办法让2人之间都变成是像好朋友一样。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会有点固执的点是在于说，如果2人之间是真的没有办法交往、没有办法在一起，或者说没办法有个未来，至少一定要当成好朋友。他不肯放你走，他也不想要放你走，他其实有一点比较自私的想法。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让看到验证牌地方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定义是如何呢？好，也让我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抽到的第1张是宝剑8。宝剑8的话，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也会猜啦，就是说看到，应该不是说猜，应该说觉得，对，讲觉得可能会比较好。那就是说，在你们之间的目前这段关系来看，第一个是你们可能是第三者，那第二个是有可能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点抗拒想跟对方有进一步的交流，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那第3个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是因为有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的考量的因素之下，
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发展一段关系，或者是说可能比较难以有一个进展。那第4个就是你们可能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不应该喜欢上的人，例如说像是同性的朋友，或者说对方的性向跟你不一样的人，或者说你们之间身份的悬殊地位是蛮大的，或是说你们的伦理道德可能有点冲击的对象。然后再另外一个第6个可能性，应该是第6个吧，对，第6个可能性的话就是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有可能对方过往都已经伤害你非常的多，所以也让你们非常的犹豫是不是要去接受这段关系。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细方向的6种可能性。那以大方向来说，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你们其实知道应该是不适合你们，或者说对这段关系而言的话，你们其实也非常的挣扎跟犹豫自己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可是很明显是你们的情感还在，你们对说这个人的依赖，对这个人的好感，对这个人的想法依然还是存留着非常非常多的渴望，或者说是还是有很多对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只是你们不太愿意把你们自己从这段关系里面去做抽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段关系中的定义的话，有点比较像是说一个已经快要变成过去的一段关系，但是你放不下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你曾经所投入的一段感情。其实如果说当你们细想起来，会发现说你们并不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你们是放不下在这段关系之中曾经努力的自己，曾经为这段关系完全奉献的一个自己，你们是舍不得你们自己的。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第2张。好，那第2张的话也为大家抽，等一下我要重新抽一下。好，好，就这一张了。好，那这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智者。好，抱歉，智者。好，那就因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有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其实你们有想尽各种方式想要去调整于你们自己去看待于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步调，或者说一个方式。可是当生活中遇到了就是说生活中可能真的让你们觉得蛮无助跟困扰的时候，你们又会不自觉地去回到原本的这段关系。对，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们为什么会一直不断的去重新回到这段关系的原因，是在于说，已经没有人可以让你们去依赖，或者说没有人可以让你们转移你们的注意力。所以你们总是会在这段关系之中的状态之下一直不断的徘徊，也就是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存在对你们来说，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避风港一样。就算有时候对方没有给予你们回应，或者说有时候对方没有去搭理你们，或者说对方没有给予你们任何的好脸色，那你们本身其实也不太会去埋怨对方。埋怨还是会有啊，但只是有时候你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决定，所以你们也不好意思说对方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够。那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也是有时候心里面还是抱持一个渴望，就是对方或许会改变。然后有一部分的洋洋会觉得说，现在你们应该是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本身是痛苦的，但是你们又会觉得说，在这个痛苦的环境，这个痛苦的感情之下，一定有你们值得去学习的东西。所以你们有点像是把自己的眼睛给蒙蔽，把自己的感觉知觉给蒙蔽，然后让你们去好好的享受现在的感情的状态，然后去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课题。只是你们有时候可能也不太确定说，自己一直不断在这段关系里面重复的轮回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们本身心情是很想要去跳脱在这段关系里面一个错误的轮回，或者是说一个错误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一个不健康的相处的方式。可是又会因为心里面有很多放不下的因素，或者是说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是会有一些
个人的想法在，所以就不太愿意去轻易的逃离这段关系。就是说，你们希望是坦荡的离开，而不是夹着尾巴逃走，就是有一口气在。好，然后我们再来抽到的第3张，死神。好，那死神在这意味说，面对于这段关系，你们通常是选择用一种比较忽视，或者是说，比较像是活在你们自己个人的世界。那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讲法的话，就表示说，你们其实也不敢去奢求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就比较像是说，这段关系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那你们说真的要怎么往什么样方向走的话，或者是说去朝着你们可能所期望的关系的状态去发展的话，其实你们也不太敢想太多，就有点像是说让这段关系去顺其自然而已。只是有时候你们其实心里面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还是会有很多让你们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或许怎么做会更好。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你们俩之间就会怎么样去发展了。所以在目前的关系对你们来说的这个定义的话，洋洋会认为有点像是说，你们自己把它定义在一个人生中的一个课题，人生中可能所必须要去面临的考验，人生中可能所必须要去挑战的一个事情。但是究竟到底是还是不是，其实台面上是看不出来了，因为台面中是没有这相关的资讯。但是很明显，就是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的话，你们其实有时候还是在找一线生机，会希望在这个绝望的黑暗之中，会有一道的裂痕，会有一丝丝的曙光指引着你们。但只是这个曙光指引着你们的方向跟方式的话，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挣扎，或者说其实这个一切的未知数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痛苦，是无法得知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你们还是会想要愿意去试看看，就是会觉得只要有一天真的碰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么就是遍体鳞伤的话，那这一切也是值得的。所以现在你们其实在对于放弃跟坚持下去只有一线之隔，喜欢跟讨厌他也都只有一线之隔，或者是说继续选择等待跟找新的对象也都只有一线之隔。那就看你们自己要以什么样的态度跟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处理，或者说来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有点算是纠葛不清的一段的缘分。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在主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怎么想你们的呢？好，也来为大家抽第1张的牌。好，这句话我们所抽到的第1张，也要确认一下啊，它字有点特别。好，这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呢，她其实会觉得，就她心里面会认为说，你们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或者说你们这个人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会经常的让他感觉到有一种惊喜，或者是说会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但是另外层面来看的话，也可以是说你们这个人可能有一点强势，也可以是说，其实也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可能现在对于你们是比较在意的，或者是说会对你们这个人充满着好奇心。那当然，当你们展现出是能够真的帮助到他，或者是说能够给予他一些是比较实际上的建议，或者说有建设性的帮忙。建设性的建议的时候，实质上的帮助，那他觉得其实你这样个性真的还不错，所以以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来解释的话，意味着说对方很喜欢你这种特别的性格，他喜欢你在对说你的生活是有未来的，是向往的，是积极的，是乐观的，是充满着活力，以及愿意为了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当真的需要去为了当下情况，
然后忍辱负重。应该没有突然之间想不到更好的词，忍辱负重的词有一点重，反正就是会因为当下的情况，你会愿意去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就算你再怎么不爽，你再怎么不开心，但是为了以大局为重，为了以当下的情况是能够赶快顺利的解决，那你就会愿意去退让，或者你愿意去稍微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步调，或者说对待他人的方式，他会认为其实这样的你是还蛮有魅力的，他也蛮喜欢这样的你，所以在经常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会还蛮喜欢跟你们，他觉得你们这方面是能够吸引得到他的注意力。好，然后再如果说是比较负面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有时候难免你会稍微比较有一点强势、固执，然后有的时候你情绪一来，你可能真的就没办法听别人所给予你的任何的建议，或者说别人所给予你的任何的想法。其实也并不是说你真的想要做什么，那只是有时候你可能情绪来的时候，如果说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差异太大，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去真的影响到你们的话，那么你们还是会希望是可以跟他相处，或者是说他蛮希望是能够去稍微改变一下你们在对待很多事情的一个的情绪，或者说一个的方式。其实他这个人也不是说讨厌你，或者说有点过度的去审视着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还是会希望说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的话，只有说他会想到你们的性格上面的优缺点是有很多需要他去面对的，或者说有很多他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步调的方式。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本身是还蛮喜欢你们的性格啦，因为至少在你们性格之中是有他值得去学习，或者是说值得他去探索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是什么。好，这一张补充牌好像这边抽到的是火之八，那火之八花本身是一个他行动力非常强大的牌，那所以看起来就是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呢本身散发出来的魅力是非常足够的，然后他所会觉得你们其实跟朋友相处在一起的话，是他认为是蛮就有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的会稍微有一点自大，对。突然想不到更好的词，反正有时候你会因为可能跟别人相处还不错，你的气焰有点太高了。那当你的气焰太高的时候，就也容易会让你们自己会不小心的忽略掉一些在生活中的细节，或者说可能必须要去退让，然后必须要去顾虑到他人心，就是说难免的时候会有一种叫做傻大姐或者说傻大哥，就是对于说事情上面，当你的气焰比较高涨的时候，就会容易忽视掉这一些的东西，然后会去忽视掉你们可能本来应该说对你们本来应该要去留意到的部分，所以当你们特别跟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容易忘记掉这些。应该要呈现出那种比较谦虚啊，或者是说谦卑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很喜欢你们跟朋友相处之间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或者是说本身那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你们想到你们的时候，他本身的性格是有一点矛盾的，然后他可能会需要一直不断去思考说，你们的优点也是你们的缺点，你们的缺点也是你们的优点。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状况之下，其实他的心情上面也是会，其实这有点像是说蛮两极化的。就是第一个是有人会觉得你很可爱，就是有的人的话，那另外一部分呢，有可能会觉得你可能这个人的性格，他可能难以驾驭。对，就会有这两个的一个评价，那就当然全看于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还有就是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啦。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占卜是在对于说对方在夜深里面他所对于你的想法嘛，所以他只是单纯会认为，其实你们这个人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足够。可是当如果说真的你身边没有朋友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你的朋友陪伴你，或者说你可能最近比较没有跟朋友互动的这个情形的话，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容易让他去，就是会觉得你这人好像缺乏了活力。对，不是没有魅力哦，是没有活力。就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其实会比较需要跟朋友互动，或者说比较需要跟朋友有他人的那种气场上的交流，所以才有办法去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所更多的进展，或者是说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看出你更特别的地方。所以其实对方都有看到你的优点，然后看到你是蛮不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就看说你们有没有办法之后去调整一下。可是雅人会觉得你们也不用去调整呢，因为对方就觉得你们这样的状况，你们这样的性格是不错，所以他才会想要去多跟你们互动。那刚开始这个关系的话，有可能很多是来自于你们所给他的反馈，给他的回应也是蛮不错的，所以渐渐的他也逐渐的觉得，他的个性可能本身比较闷，或者说比较无聊，或者是说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因为有你们这么有想法的人跟他互动，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看不完的一本书一样，会想一直不断的往下看。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反正看起来对方对你评价不会太糟。好，哇，你们都说到火欸。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火之骑士。那火之骑士他的心里面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第一个是可能脾气上面有点太冲了，或者说可能脾气上面可能真的就像是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是你想到什么你就会去做，或者说你想到什么，那你就会一直朝着那个方面去前进。有的时候会容易会忽视掉一些你可能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事情。那么当然也并不是因为你们应该说有时候他也不是觉得你们的性格很糟，只是有时候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人可能有点难驾驭，或者说你们这个人是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去做，是没办法等的，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去只要听，就是当你的情绪上来，你们心思一直卡在那里的时候，你们就有点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控制好你们自己。就以他的观点来看，但是也是因为你们这么有活力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你们这么有活力的样子，反而会让他感觉到你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然后他其实也会不自觉的想要一直去关注在你们身上，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担心，会不会有时候你们会因为自己的本身的个性，可能会惹上一些麻烦，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情形，然后他心里也会觉得，其实你们个人的状态的话，如果可以。他会希望你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步调。可这只是他个人的认为，因为他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所经历过的事情，或者说人生的阅历本来就不一样，那本来就不应该是把自己强制压在那个人身上，所以他会发现到说，你有时候其实会有点固步自封，然后会有一点算是自找自己的麻烦，但是他有时候又会觉得，其实这也是你个性上的一个优点，因为你就是敢冲，你就是敢做，所以你就是愿意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也会让他觉得他身边可能没有像你这样的人，那他就想要从你身上学到，他觉得是人必须在对自己的生活之中要有一个行动力，或者是说也是必须要有对说去享受一下这个生活，或者是说生命中的一个热忱。因为在你的这一些的活动力之下，你本身对于说你的生命是热爱的，你对你的生活是积极的，然后你对于你的世界，你是很渴望去拥有你，然后去
把握去珍惜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一切，所以他会觉得你的人生里面，虽然你有时候你能够一个人，但是你更加向往的是团体的生活，或者说朋友所带给予你的欢乐欢笑，所以他跟你相处的话，他会觉得是快乐的，是愉悦的，这个状况居多。而且在你们身上，他不仅可以感觉到很多的活力之外，那你们身上所带给他的智慧，或者说你们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他也很努力向你们去做学习的。所以有人会认为，其实在第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他给予你们的评价基本上算是蛮高的，算是还不错啦。两会觉得以3组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那只是在对于说感情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地方还要再去做探讨，看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关于更多的牌卡。我们看一下第2张。好，第2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皇帝。这边的皇帝的话，好，那就意味说，其实对方呢，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看待于你们的话，他会用一种默默的看你在干嘛，然后默默的去思考这段关系应该要什么样的方向走，或者说两个之间应该要怎样去互动，那才会是最好的，或者是说他容易会。用他过往其实他有很努力去改善，可是大部分来说，他会用他过往的人生中的经历、历练跟阅历所发生的事情，所带给他的智慧之后，然后再来去看待于你们这个人，再给予你们这个人一个什么样的评价，然后再去这个人他本身可能会比较有点闷，特别是针对说他想要去表达的事情，他想要去做的事，他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要说他直接讲吗？比较不会，他都会想了很多之后，他才会让你知道。然后再就是你们的这个人性格，虽然刚刚前面抽到了很多在关于火的元素，可是他也会认为说你应该蛮难搞的，然后你的想法上面的话，应该可能比较难以去改变，或者是说你在对于自己的人生的话，你应该是很有自己的思想，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要能够去轻易的改变你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困难。再来就是你的心事应该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房，主动去说，或者说比较难让别人去真正的了解到你。他有时候会觉得，其实你自己有点把自己困住在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面，或者说自己的框架之中。那你的心事一直藏在你的内心深处，他心里面有时候也是蛮担心、害怕，说你自己是不是后面会不会变成是有点情绪上面会有点崩裂，或者是说压力有点太大了。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总是会一直去顾虑到，或者是说会去想到关于你们这个人的心理的状态。然后他觉得其实心里面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无法跟别人说的话，会希望说你们是可以多相信你们身边的人，然后可以多展现让身边人知道说你的痛苦，或者说你的苦楚，或者说你可能也是需要被别人给帮助的地方，因为他觉得你有点太过于把你们自己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那他也会担心你们。然后他有时候会觉得，其实你们真的有点太过于想要去控制身边的人，应该要跟着你们怎么做。就是你们有时候会有出现那种比较强势嘛，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抽到的权杖皇后一样。对，就是他觉得你们有时候会有点强势，然后当你们情绪在头上的时候，你们又有点听不进去，所以难免他有时候会觉得跟你们相处偏累了。但是也不会到说真的很讨厌你们，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也真的不用给自己有想太多。对，然后他觉得你们这个人还蛮有智慧的，对，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是他值得去学习，所以基本上对方其实好像真的还蛮喜欢你们，然后他其实对你们也是还蛮有好感，不然就不会那么一直去想到关于你们个人的很多的事情。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水之2，那水之2的话呢，就代表着说，
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很喜欢两人之间的交流，或者说两人之间在相处过程里面会愿意去坦诚的说出他自己彼此之间心里面的想法，所以也很明显看出来说，当你们俩之间有那种心灵上的交流跟沟通的时候，是能够拉最近的，因为他总是会想到你们俩之间在谈话的过程的那个氛围，或者是说那个当下的情境，所以也可以知道说这会是一个你们唯一能够去推进，应该说蛮明显是能够推进这段关系的很重要的契机跟机会，因为当两人之间愿意诚心的去面对彼此的时候，所那种心境啊，或者说两人之间的连结是能够产生一个共鸣的时候，反而是能够去促进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或者是说反而是能够让对方他能够好好去看见你的双眼。那当看见你的双眼，或者说是说展现去感受到你这个人的气质的时候，是能够去加深两个人之间的连结吧。对，这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是说，有可能这个人他会认为你会比较容易把你的心事跟你身边的人说，然后让身边的人去帮助你，或者是说去了解你，然后那时候才会是你觉得人生中最放松。所以他觉得你应该跟朋友相处的那个当下是另外一个你，就是说不一样的时候啦，是两个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他觉得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你，所以他有时候蛮好奇这样的你。那第三个解释就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只有在两个人单独聊天的过程里面才有可能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对，所以他如果说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话，就表示其实这个人还蛮喜欢跟你们有互动的这个机会，然后去多了解到，去探索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去跟你们多的了解到你们的兴趣啊，或者说多跟你们聊天，然后去探索这样的状况。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觉得你的外表虽然看外表所带给人感觉可能是属于比较积极、乐观、正面、固执，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比较难搞，但是实际上他觉得你的心里面是柔软的，他觉得内在的世界里面也是有渴望被别人给呵护、被别人给照顾，或者说被别人值得去挖掘的一个宝藏。哇，这人对你的感觉很好诶。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就是说他会认为啦，你表面上只是一个样子，就是说可能冰冷一点，或者说比较难靠近，或者说可能比较照顾你们自己，但实际上他知道说你们的内心里面其实是脆弱的，也是渴望有一个人是能够照顾得到自己，或者说有一个人是能够来去帮助你从原本那种孤寂的沼泽里面把你给拉出来。好，我们再抽到的是月亮哦。月亮的话，它其实他会觉得其实你的这个人呢，第一个是灵性很高，所以不晓得你们是常常会跟他聊一些关于星座啊、玄学啊，或者是一些民俗的东西。你如果或者是说历史古迹这一种的，如果你们本身也很想跟他聊这个的话，那当然也符合在这张的月亮牌本身的意思。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呢，性格上面应该是有不安全感的地方，然后他其实也是会蛮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有人帮忙，有人可以倾听你的心声，有的人可以帮助你的话，那其实他是很乐意当那个人的。这是在第二个解释。那第三个的解释的话，就是他觉得你其实蛮需要被别人给照顾，然后蛮需要有人可以带着你往人生对的方向走，或者是说往一个光明的方向走。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到说你在生活中难免在一些的想法上面，可能跟这个社会上面会有点脱节，或者说跟一般普众的想法上面会有点不太一样。你们就是有点太过于把自己
活在于说你们觉得最好的那个世界里面，或者是说比较难以去真正的感受到日常生活里面大家的真正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在你们对他来说啦，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蛮多会去想到你们个人的内心层面的事情。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的第一个的部分的话都是火嘛，然后这边的话都偏向于是水，就是比较阴暗的层面。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会把很多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想要去多了解你们，然后会去担心你们的身心灵的情况，然后再另外解释就是说，这个人他会认为有时候你就是把别人看得太重要了，你们会完全忽略掉你们自己本身在情感中的需求，或者说你们自己呢有时候太过于为了别人奉献了。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容易会去让你们失去了本来你们个人应该要有的价值，或者说你们本来个人应该要展现出来的那个的样，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别人给照顾、被别人给关怀的，可是你们却常常去舍弃了你们自己，然后去成就了别人。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让他觉得很可惜的事情，也是让他觉得心里面比较担忧的这个情况。对。他觉得其实跟你们两个人之间，如果说以上这个在第二的部分有符合的话，那会恭喜你们，就是对他来讲，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觉得跟你非常的有缘分，而且两之间他觉得有那种前世今生的连结，就是两之间的连接是非常深刻，所以就看你们自己本身跟正相处，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如果说有的话，那8九不离10，对方是跟你们一样，你们有很深刻的灵魂的连接。有人会认为，其实看起来有点偏向于说是业力伴侣的关系啦，比较不会像是双生火焰或者是灵魂伴侣，看像是业力伴侣的关系。就是说，两人之间今生遇到的话，势必就是要去多多的了解彼此，然后多去探索彼此之间的内心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好，下一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这个。好，那宝剑皇后呢，就意味着说，对方他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在表达上面有点太冷酷了，有点太理智了，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太过于站在你个人的立场比较不知变通，也就是说你真的有时候太就是简单讲就是固执，就是你会觉得每一个人的。你会觉得一件事情上面是有它的标准在，然后是有它的准则在，那其实是不太能够有变通。如果说变通的话，你其实心里面蛮不舒爽、不舒快、不爽快、不舒服。所以呢，有时候你在对他人讲话方式，或者说对待他人方式的话，多少还是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倍感压力，或者是说会让他觉得你有点不通达理、不近人情。那当然，对于你们自己来看，你们不会这么觉得，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你们应该不会这么想。但是以他的角色，以他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这个人有的时候有点太一板一眼了，或者说有时候讲话上面太过于以自我的想法为主，不是叫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会用你们自己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去判断说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他会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实际上是会让他觉得比较有点距离。对，那但也可以是说他自己啊，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同的人嘛，那反正在性格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凭什么他这样子去评断你们，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的补充牌的讯息是什么。好，下一章我们补充的讯息是空之国王。好，那空之国王的话，就代表说，哇，就是你们看，你们都是，在你们的这个牌里面呢，现在已经出现了2个风元素了。好，那就意味着说，其实对他来讲，你们这个人，如果说你们的外表所表现出来，可能愿意接受，但是实际上你们心里面根底的
愿意去改变或者愿意去接受的这个外表的样子跟内在样子其实完全不同的。你们外表像有的时候是好像愿意接受，但其实他觉得你们内在根本就不愿意，所以他会觉得有时候你虽然是愿意顾全大局，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会愿意为了他人去改变你们自己，但实际上你们固执的地方依然还是在，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较机车一点了，或者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话，他就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看看说你到底是真的有改了。所以如果说你们够聪明的话，你们会发现到这个人好像总是一直不断在去试探你们，可是他试探的原因并不是在说他真的要干嘛，或者说他是真的想要为了你们做什么样的事，而只是单纯想要看看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那洋洋会认为啦，目前整体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他把你们当作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对象，所以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难免就会用一种比较严格的方式去审视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会比较去认真思考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说，当你这个人一讲出话的时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你们一定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但也是因为你们是属于那种说到做到的人，要你们完全改变，哇，这很超困难，或者说要让你们愿意说出来，其实也非常是困难的一件事。但是他觉得你们这样的性格，反而是你们在生活中或者说你们个人本身上的一个优点。那他觉得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于关系的话，也是蛮就是说蛮理智的啦。对，洋洋再捡个牌。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张的牌，希望不要再抽到宝剑，不然这样有点哑巴。对，好。好，终于抽到，但这边是抽到火牌。好，那这样我们抽到的是火之石。那火之石呢，就代表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讲，你心中的承受压力可能也太大。那或许是因为在你的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因为你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已经经历了你们不应该去承受的一切，所以他其实心中的话是真的蛮心疼你们。他心里面呢，其实会觉得你的人生为什么你现在个性会变成是这样？其实，他觉得你个性没有不好，只是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对说另外一个人一些的评价嘛，所以他觉得也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么多，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多，那才会让你现在的性格上面是会变得比较难以沟通，或者是说可能会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去跟你们多做的了解。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心里面是希望，也是蛮想要去了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难免有的时候他会认为你们自己的性格上面会有一些的缺陷，他也希望你可以发现。所以现在他如果说你们现在是有心中想的那个人，他是愿意一直都陪伴着你们的话，那表示其实对方是真的把你们看得非常的重要。那关系中的下一步的话，也是迟早的啦。可是如果说你们是问断联啊，或者说你们跟对方本来就比较少互动，对方比较没有陪伴你，有时候可能对你比较没耐心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对他来说或许可能会需要，就是会想要多看看、多观察、多了解，就是不会那么急着一定要让这段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他也希望说是你们可以先好好的把你们给照顾好之后，那么他才会想要去多靠近你们。然后再就是因为你们今天抽到了2张女皇牌，对，一个是权杖皇后，跟一个是宝剑皇后嘛，所以比方说，其实他是有意识到，其实你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些在个性上面是有柔软的那一面，那这柔软的那一面，你们藏得非常的深，或者说比较不容易展现出来，所以因此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他是对于你们是有好奇的，也是珍惜的。那只是在这个好奇跟珍惜的情况之下的话，确实还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更多的精力，才有办法去
让你们把那个状况，你们愿意去信任他，然后再展现出来。所以其实现在对他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一个不一样发展的机会跟想法。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给予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